这里是茶米。这期视频做一个樱桃木的3斗柜，这个柜子是粉丝朋友自己手绘了结构图，然后发给我的。咱们开工吧。这个柜体外立面的哪一个木板，我计划用同一张板拼起制作，这样公板的色差会比较小，而且纹路的对比也比较柔和。需要开薄板的木材，先把它切成比较细的条，释放一下内应力，这样开薄板之后变形不太厉害。剪视频的时候才发现这里收音器没有电了。其实如果能够一直保证锯条属于最锋利的状态的话，靠山是非常靠谱的。但是和推台锯还有平压刨比起来，带锯的功率太小了，这意味着它锯条的磨损会非常快。操作过带锯的木工爱好者朋友们应该就会发现，锯条用了没一会儿就会出现木板被锯条拉着走拽跑偏的情况。这个时候靠山完全就是补刀的存在，它会让你的锯路歪到无法挽回。所以考虑到我要大量使用带锯的这个情况，我选择了不用靠山，转而手动的调整锯路。操作熟练了之后呢，这个步骤其实比想象的要轻松很多。现在我正在手动的调整拼板的对块板之间的高差，减少厚度损失。进入开燕尾锁的环节。
柜体部分就可以进行组装了。还是提前上好一遍面料油，再进行组装。柜体装好了，就开始制作抽屉了。这个柜体的抽屉面板倾斜带有厚度，所以提前把抽屉侧板和切角切好。底板槽这里就开好了。这个柜是纯面料油处理的，打磨步骤比较多。柜子就要做完了。这个柜要用托比滑轨，很丝滑。
录视频了，那就还是老规矩，成品图放在最后啦。